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榮。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透過 YouTube 收看朋友，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動手開啟小鈴鐺。也歡迎您告訴我們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歡迎大家多多的表達您的觀點，跟我們互動交流一下。來，歡迎今天3位來賓。首先是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吳岳老師，大家好。另外是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莊伯仲老師，很高興來到這裡。還有美國共和黨前亞太區主席方恩格 Ross。大家好，好，觀眾朋友，我們知道原定是在3月底4月初要進行的這個美中兩國的元首高峰會也就是川習會，但是因為伊朗的戰事而延期了。美國白宮呢，最近這幾天就在這個禮拜又丟出了一個新的時間，2個日期那麼白宮新聞秘書李威特表示說，美國總統川普呢將會在5月14號到15號這2天到中國大陸進行國事訪問，並且會晤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習近平之後也會回訪華府。那麼李威特也進一步表示，到時候呢，美國第一夫人梅蘭妮亞和川普會在華府做東接待習近平主席跟彭麗媛夫人的回訪。這個日期呢，究竟會在何時會在今年稍晚再對外進一步公布。不過，在中美元首會登場之前，其實呢，雙方在經貿上這個較勁，台面下真的可以說是暗潮洶湧。大陸商務部在27號宣布正式啟動2項針對美國貿易行為的調查，矛頭就是指向美方所啟動的301條款，阻礙中國大陸商品進入到美國市場的行為。所以呢，也分別就美國破壞全球產業供應鏈相關的做法跟措施，以及美國阻礙綠色產品貿易的相關做法還有措施要進行調查。我先請教吳岳老師一個簡單的問題，就是現在美國又丟出一個日期，3月14號、15號這2天，因為上一次本來說是在3月底4月初川習會，因為伊朗的關係所以延遲了，這一次不會再跳票了吧？理論上應該不會再跳票，除非只有2個問題出現。第一個問題，伊朗的問題沒辦法掌控，而且失控了，那這個問題就不是美國的問題了，這是一個全球的問題。那第二個問題，當然北京最關注的就是美國對台軍售的問題嘛。如果在會晤之前，美國針對台灣又宣布比上一次去年更大的史上最大規模的軍售，那顯然在這個議題上雙方的氛圍就不好嘛。所以壓在3月14號這一天5月14。對不起，5月14號，5月14號的這一天。壓在這個日期之前，表示說伊朗的戰事必須在這之前結束。理論上是有可能，因為如果到5月14號的話，伊朗戰事還在失控當中來講話，那這不僅對美國來講話，對全世界經濟都是一個重大的災難跟考驗的。對，所以理論上應該是那時候應該可以結束的。那老師怎麼看北京在這個時候突然去啟動了這個對美方301調查這個反制作為，祭出了這2項調查？應該這樣來看，因為其實這個問題，美國不僅只對北京，美國也對包括台灣在內的16個國家都有調查的。那我要先說這個緣由是這樣子，由於美國最高法院宣判的川普的對等關稅是違憲，就是我們在節目當中有講過的嘛。你看 Polymarket 70%都認為說一定會被判違憲的嘛。是，可是我們也講過的嘛，那川普早已經做好備份方案了嘛，就是我們講 Plan B 嘛。所以，因此，美國方面他在對等關稅被判違憲之後，他就立刻啟動了122條款。那122條款還是用原來對等關稅的10%。但是美國不會以此為滿足的嘛，因為122條款，第一個，它有150天的時間；第二個，它不需要經過商務部，更不需要貿易談判代表署的調查，立即可以適用的。所以因此，美國方面我們早就講過，他會利用這個122條款的150天的時間，同時啟動301或者進行232條款的。早在意料當中。對，那這301的調查來講的話，是必須要經過貿易談判代表署這樣一個調查的這樣一個程序過程當中嘛。這第一個，首先它必須要所經過調查的程序啟動程序。第二個，它的時間一次可以到4年，必要時可以再延長。第三個，它的關稅是沒有上限的。所以從這個角度，因此川普早就其實在122條款的時候，就準備用5個月的時間來讓301能夠符合他原來關稅基本的需求嘛。對，那這個當中來講，當然一定會涉及到的中國大陸嘛。可是中國大陸怎麼可能會咽得下這一口气？中方回敬反制美方，中方当然就会，美方就是用產能過剩以及不能禁止所謂的強迫勞動人口嘛。那
中方當然就會什麼，就會啟動包括他所講的嘛。第一個，美國你對供應鏈這樣一個全世界的阻礙嘛；第二個，你對有關於綠色商品貿易這樣一個所謂的傷害嘛。那中國的調查也是一樣嘛，也是6個月左右時間嘛，不要說3個月嘛。那這裡面告訴我們什麼？告訴我們說，其實中方的策略就是用以戰來止戰。當去年美國實行對等關稅，各國沒有採取相適應報復措施，只有中國採取一個相適應報復措施，怎麼可能面對這一次的301的這樣一個調查，中國不採取所謂相適應的反制措施？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301調查的反制措施完全在預期之內。第一個。你可以看到說，因為美國是3月13號到3月14號，就是我們台北的時間啦。那當然，美國的時間大概3月11、12嘛。那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美國已經宣布的時候，當何立峰跟貝森特在巴黎會談的時候，已經開始談這個問題的。第二個，3月26號，你看在喀麥隆 WTO 的部長級會議。那中國大陸的商務部長王文濤也跟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格里有談這個問題的。那雙方交涉是27號，商務部當然就宣布了嘛。所以這基本上就是一個以戰來止戰的方式嘛。雙方不希望在關稅問題上進一步所謂的橫生波瀾的問題嘛。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這樣一個做法，並不代表說美中的談判就是策略。就是破裂的，因為美中其實在很多議題上，雙方都做了很多的努力跟克制，對，包括美國對於包括中國高科技商品的這樣一個所謂管制的措施，包括美國的所謂戰爭部不再視中國是一個主要的對手跟威脅，包括甚至什麼，甚至美國原來想要出售台灣的140億的這樣一個愛國者會彈在內的龐大武器軍售。也因此而順延，包括什麼？包括川普罵盡了所有的盟邦，罵盡了北約所有盟邦，罵盡了自己的遠親跟近鄰，包括所謂加拿大，他就是唯獨不罵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而且還一再的所謂稱許他跟鼓動他。所以美方我們不要只看到說，好像只有所謂的301兩項301跟2項的報復措施，而沒有看到說其他的問題，雙方都在進行溝通對話。所以我們最後只要看一個指標就好了。當貝森特跟何立峰已經進行了有關於關稅、貿易，乃至於包括我們看到的科技的管制跟稀土供應鏈跟採購問題進行商談之後，下一個階段只要看什麼？就看大陸的外辦主任兼外長王毅，什麼時候跟美國的國務卿兼國安顧問就是 Rubio 進行對話，或者通話嘛？因為我們其實是看嘛。這最高領導人的見面一定是2個 level 的，一個是經貿的議題，一個是外交安全戰略的問題嘛。所以就算去年的10月31號的川習會，大家不要只看所謂的何立峰跟貝森特在東南亞會談，並沒有看到什麼10月27號王毅還是要跟盧比歐先進行通話。雙方在31號才會對話。對，2國元首之前，趕快先把所有的事情先安排好。外交安全戰略跟經貿議題，它同時要處理的嘛，不可能是當所謂2個人面對面才在談問題嘛，那不可能的問題。對，老師剛才講到說，經貿上一切的過程都還在進行當中啊，我真的是高來高去啊，但是就是像一個 SOP 一樣哈。那麼以戰止戰，這是重點。北京的反擊當然不限於商務部而已啊，我們要來看另外一個，就是長江和記實業公司啊，長和集團他們旗下的巴拿馬港口公司，在這個禮拜呢發表了一個最新聲明，指出他們會擴大對巴拿馬政府提出的國際仲裁索取賠償，那相關的索賠金額目前已經提升到超過了20億美元。這份聲明當中呢，並且指稱巴拿馬政府一方面持續在當地採取行動，針對巴拿馬港口公司，可是另一方面呢，卻仍然沒有在國際仲裁的程序裡面提交他們第一次的答辯內容。那另一方面呢，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啊也發表聲明說，中國大陸正在以身為港口國監督是可以的作為理由，那麼大舉扣押了停靠在中國大陸所這個運營的港口哈，在這個港口的巴拿馬籍的船舶，這些已經遠超乎以往的常態。好，現在感覺上啊，就形成了是美方、中方、巴拿馬三方都不滿的一個三輸局面哈。但怎麼觀察這整件事情發展至此的一個這個狀況呢？莊老師。首先我要肯定制作單位，因為他用了一個正確字眼叫接管。那我們國內的媒體包含名嘴評論都用沒收，有好幾用沒收，就太浮誇了哈。因為沒收是等於充公，1毛錢不給，可是接管是等於是強制轉移，好，然後還是要給他經濟金錢的補償的。好，那當然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一些錯誤的解讀，比如說中國失去了對巴拿馬運河控制權，也不是這樣，是這個長和集團在巴拿馬運河兩端的這個
港口經營權，也就是所謂的港埠物流的一個節點。對，第三個錯誤就是說，認為啊，這個長和集團是代表中國政府。當然，長和集團是香港掛牌的公司，一定是有中國官方的角色。但先不要說它是國營企業了，它跟中國政府的這個關係也是有限的。馬上畫上等號也不對。第四個呢，國內評論認為這是一夜發生的，突然之間就發生這個變故了。事實上，如果你有在關心這個議題的話呢，已經1年多都有類似的新聞了。今天才把它具體的裁片化。但最後一點呢，國內很多評論認為是老美搞鬼。那嚴格來講呢，美國有一定的角色，也施加一定的壓力給巴拿馬。但坦白講，巴拿馬自己的憲法法令也判定了，這個原本的合約是違憲的哈。那這個第一個過程不透明，第二個巴拿馬損失了稅收，所以說這個也是巴拿馬終是一個主權國家，自己有這個意願才會造成才有辦法這樣一個結果。那總的來說呢，我們的標題下得很有趣，美中巴三輸，對美國來講，表面上它的目的得逞了。然後呢，因為中南美洲本來就很強的反美浪潮，這個反而讓它形象更黑，反美浪潮又更上一層樓。那就中國方面來講呢，好像失去了港口的經營權，但事實上呢，它原本的這個商業布局也被妖魔化，未來對中國政府經營中南美洲是有不利的。當然，我們就巴拿馬政府來看呢，兩大之間難為小啊，你非得選邊站就會得罪兩方。那目前為止呢，這個原本它的商業布局也變政治化了，所以我們標題下得很好，三輸啊，這是地緣政治的不得不然，一定會注定要三輸的。但是感覺好像是個循環。對，那對我們台灣來講有個意義啦。我們的台積電 TSMC 嘛，晶圓版的巴拿馬運河。所以說我們在兩強之間選邊站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也不要這個重蹈覆轍。哈，這是一個對我們一個很好的引薦。对，現在就是巴拿馬不滿中方，中方不滿巴拿馬。是的。啊，然後那個美方也不滿巴拿馬。哈，這是全盤皆輸啊！這個禮拜其實 G7 的外長哈，那也在法國巴黎開會。那美國國務卿 Rubio 呢，就代表了美國總統川普跟 G7 的盟友開會啊。這也是 Rubio 從中東發生了戰事以來第一次的外訪行程。不過呢，這次作為東道主的法國呢，感覺起來不太開心啊，因為法國的這個國防部長啊，叫做卡特琳·沃特蘭。他在接受歐洲一台跟法國 C News 的訪問時，他說：“中東戰爭不是我們的戰爭，不是歐洲的。”那他強調呢，法國的立場呢，僅限於防禦，我們的目標就是尋求外交途徑，因為只有透過外交才能夠確保重返和平。他也提到了很多國家都非常的擔憂啊，認為找出解決方案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當然，法國我們知道它在歐洲呢是美國重要的盟友哈，是歐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不過先前也看到川普政府在包括了北約的軍費、對等的關稅，還有呢格陵蘭這些議題啊，跟歐洲多個國家發生了摩擦。所以怎麼看現在法國官方公開的在伊朗戰事這件事情上面選擇跟美國做一些切割哈？而且接下來會不會有一些其他影響？除了法國以外，還會有其他歐洲國家，他們的態度又如何觀察？法國國防部長說什麼批評美國，川普會覺得不重要，在乎嗎？你覺得不重要？一點不重要。法國政府已經很多年非常不穩定，對不對？那起碼法國在歐洲也是一個主要代表啊。新政府又不穩定，那這個部長會做多久都不知道，可能不會做很久。而且下一個總統選舉是明年2027年，那說不定國會也提早解散，重新選舉。那你覺得法國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會強烈的表態？當然，法國要為了自身利益或者繼續扮演在歐洲不管是外交、國防上的議題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英國脫歐之後，法國自己認為那我們就是歐洲的老大，對不對？不是德國，因為法國永遠不會讓德國佔這個位置，對不對？所以法國自己以為那我們是算是歐盟在外交議題或國防議題帶領整個歐洲的，他們自己認為他們是代理的，對，但是在川普的眼裡，或 Rubio 國務卿的眼裡說，他們不會聽了。你法國批評美國了，尤其是在這個時候，美國正在打仗，而且美國已經公開表態，希望希望是應該是不正確，就是我要你幫忙，我要你陪要求，對，沒錯。那你這樣批評，那川普當然會很不高興，然後一定會有他的很強烈的反應跟批評，當然一定會發生了。所以他這樣批評沒有用，而且我還是認為，不管是什麼樣的形式，
美國的你要說法國是美國老盟友，我還是認為美國的老盟友，不管是英國、法國、德國，還是甚至日本，還是會配合美國。那不一定說會派軍艦，但是至少會不管是戰機或人力等等，或還是會派到中東地區幫忙。不過你看現在包括這個法國的房產，還有包括這幾天不是德國總統也出來講話了嗎？不是德國不是總統說的就算，是總統說的就算，是总理，以总理為主嘛。对，不过所以相近的他方便講啊。我說德國总統講什麼，其實真的是不重要。这是不是凸顯出美國其實在歐洲的盟友並不支持他們在中東發生的這個所發動的這個軍事行動呢？他們是非常不支持，非常是反對，沒錯。但是已經開始了，對不對？而且已經打了1個月。然後我們不知道還會打多久。那假設還要打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我真的認為這些老盟友了，法國、德國等等，不管是什麼形式，還是會幫忙。所以剛剛請教那吳越老師的問題啊，就是在5月14號、15號，這是目前定下來的川普訪中行之前，因為我記得你之前也預測過，立場都沒有變了。只要4月底以前一定會結束。對，就是川普還沒上飛機前，不知道隨時會取消，真的。對，你認為是，即便第2次都很可能會取消？對啊，因為有太多不確定。取消的話，美國很沒面子哎。又一次爽約不是嗎？因為對川普來說，這個行程不是要談什麼大局勢， Okay. 全球的未來、氣候變遷都不是，連台灣議題，川普我們知道，川普其實不是很想談，他唯一的要談的是川普唯一的要談的是貿易，而且如果他在北京的時候，中國不願意公開說，哎，我們同意購買多少美國大豆或波音科技等等的大金額的案件呢？那川普就不去了，真的。你講到這個重點就在於，在川普的眼中，只有交易這個字。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歡迎您繼續回到寰宇全世界。現在全球都在看一件事情，就是美國如何從伊朗的戰事完全的抽身啊。那到底什麼時候會結束這場戰爭？什麼時候又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結束？好，那麼美國總統川普呢，這個禮拜在 Truth Social 他發文表示說，根據伊朗政府的要求，特此聲明，我正暫停對伊朗能源廠的毀滅計劃，往後10天啊，延到什麼時候呢？延到美東時間2026年4月6號星期一晚上8點。而且他強調說，談判還在進行中，儘管假新聞媒體跟其他一些人發表了相反的錯誤聲明，但談判進展非常良好。我看到這個發文一出了以後呢，在27號這一天啊，國際原油的價格呢開盤就下跌了超過1%，那也逆轉了前一天大漲大概5%的這個走勢啊。如果我們觀察其中哪些地方比較特別之處在於呢，德黑蘭當局已經向聯合國海事機構表示了，就是大家所關注的這個荷姆茲海峽是否要開放的這個問題。他們說呢，伊朗說呢，將會允許非敵對船隻通過海峽，包括沒有參與或者是沒有支持對伊朗的這個侵略行為啊，就是不屬於美國或以色列的船隻都在這個可以安全通過的範圍之列。那另外呢，航運資訊公司勞氏情報這家公司的分析說，伊朗革命衛隊呢已經在荷姆茲海峽建立了事實上的一種收費站體系，他們並且分析說，並不是所有船隻都需要直接付費，但已經知道有2艘船付費，而且還是以人民幣結算哈。所以也就是說，油價現在是不是真的是左右了川普的政策啊？它變成一個重要的關鍵。確實啊，你可以看到，不管在週末前最新的油價走勢圖，我們提供給大家，不管是布蘭特原油、紐約原油期貨，還是杜拜原油的價格哈，大概都在川普發言的前後哈。就是維持在$100左右，但是現在大家會擔心的是，萬一這個伊朗的局勢不斷的擴大，原油價格會不會飆漲超過200？所以 Ross 覺得呢，這個油價現在感覺上，川普每次在發言之前，他會很 care 的就是油價的波動。當然他是非常 care 這個議題。
每次接受聯訪，記者都會問，對不对？然後有每期政論節目都在討論，都在批評他。另外過幾個月就進入美國夏天啊，很多人會國內旅遊，還有選舉是7月初，一直攸關未來的通膨走勢，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關心，也是很擔心油價的問題，所以我還是認為他希望這個戰爭很快就會結束，在幾個禮拜間，甚至幾個月，不要超過5月底了就對了，因為他真的是很關心油價。那當然他也是考慮為什麼打仗，就是戰爭這個目標啊，那目標是伊朗要放棄核武。要放棄遠程導彈，那川普也是很關心這2個議題。你覺得這戰略目標？他目前最擔心的就是油價了。對啊，就是本來對外宣稱說戰略目的其實是要伊朗放棄核武嘛，但是現在轉而是最近的關鍵的焦點都鎖在說要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但是只要戰爭結束，海峽就會開放了。要不然就戰爭不會結束了。我的意思是說，不管是什麼樣的安排，比如說伊朗願意談條件，或是因為美國用他的軍事實力，早晚海峽還是會開放。你覺得？那開放之後，油價就希望會下降。我認為這是川普的想法，所以對他來說，當然是他在擔心油價，但是為了油價的問題，那戰爭要很快就結束了。最近大家有在分析一件事情啊，就是精神勝利法。就對川普來講，只要他覺得勝利就勝利了。你覺得他會找哪一個理由或者是台階，就是達到了戰略目的，然後美國就贏了？本來有這個可能，但是不得不說，伊朗還是要給他一些讓步，不是因為面子的問題，是一個實質的問題。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伊朗沒有真正的放棄核武或遠程導彈，那之後戰爭又會開始了。但是伊朗會放棄嗎？吳宇老師，照目前的談法，因為伊朗現在也丟出了5點，不是嗎？而且呢，我進一步請教您的是，最近這個德意志銀行策略師啊，叫薩奇德瓦，他分析說，這場衝突大家小心啊，有可能會成為侵蝕石油美元主導地位的催化劑，而且催生石油人民幣。主要是因為呢，中國大陸是伊朗的長期夥伴，同时也是伊朗石油的最大買家。那剛剛我們提到了嗎？不是現在建立起一個實質的收費機制，而且是用人民幣收費的體系哈。當然，這背後的考量有沒有可能是說想讓中方入局？可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北京真的有可能會因為目前用人民幣來計價，說建立這個收費機制，而就輕易的去進入到這趟渾水嗎？我想大概不容易。我們應該這樣來看。首先，第一個來講的話，從中國的角度，2025年，它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能源的進口國是3個國家，排名第1的是俄羅斯，那它早就已經開始用本國貨幣人民幣在做結算了。排名第2的是沙烏地阿拉伯。那他到去年從去年的第4季到今年的目前為止，快要第1季，大概1半以上也在用本國貨幣，就不再用美元來做計價的。那排名第3的當然就是伊拉克。那伊拉克從2023、2024年開始允許部分的民間也可以用所謂的人民幣來作為石油的購買。那現在也可能進一步的擴大。是，所以我們看這個問題應該這樣來看，就是由於第一個。首先，中東地區能源最大的出口國就是中國。第二，中東的國家的主要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中國。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在中東地區的這樣一個能源，慢慢的改變由美元為主導的一部分，慢慢的往着人民幣來做結算。那這是一個大概可能是一個趨勢。這第一個，我們這樣來看。那第二個，那伊朗這樣的做法，難道北京就要入局嗎？倒也未必啦，因為這個荷姆茲海峽跟伊朗當中，其實所佔的這樣一個人民幣的這樣一個所結算的比重，其實微不足道。第二個更重要是什麼？更重要，北京的大戰略的大棋盤嘛。這一場的戰爭到目前為止，誰是最大贏家？目前來看，應該很清楚的嘛。俄羅斯是最大的贏家。
那這一場選舉來講的話，目前來看除了伊朗之外了哈，誰是最大的輸家？大家一定認為美國是最大的輸家嘛？特別是他是被以色列這樣一個手牽着鼻子走。你去看看美國在什麼？美國在聯合國總共動用了93次的否決權，其中53次都是為以色列一個國家在投的。对，幾乎是被以色列牽着走。就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因此今年又是屬於中阿峰會。中國跟阿拉伯國家峰會在年中，今年中國2個重要的一個所謂國際性的主辦賽事嘛，一個活動嘛，一個就是年中的中阿峰會，一個是年底的 APEC 會議嘛。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啊，伊朗當然中國不需要為了什麼，不需要為了這樣一個伊朗這個問題高度的介入支持伊朗而得罪了阿拉伯國家，更何況從他目前的角度來看的話，他也在從這一場戰爭當中看到美國剛好把他最先進的武器跟設備在不断在伊朗當中來實踐。也讓中國在戰爭上學習到教訓，也收集到相關的參數。就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他也不需要介入太深嘛。是，吳岳老師講到這邊我就是看到最近有一張圖表，我覺得他整理得蠻好。他是怎麼說呢？中俄對於伊朗為什麼現在採取比較是閉上關哈，就是說保持冷靜。那特別是在中國這個地方啊，因為海灣貿易遠超乎整個海灣的貿易利益遠超乎對伊朗的利益哈。那另外呢，就是說中國與沙特阿拉伯、阿聯的貿易規模遠大於伊朗，軍事介入的話呢，將會損害能源投資的版圖。所以不管怎麼樣想呢，其實現在保持你說等距也好，或者是說有個距離是好事。可是北京如果想透過伊朗這一次的戰事去牽制川普的話，在中東這邊有哪些槓桿是還可以操作的呢？這個阿基米德講過一句話，給我一個支點，就可以舉起整個地球，就代表槓桿的重要嘛。那有些中小型國家因為具有戰略位置，比如說扼守海峽，還是這個特殊的技術，像晶圓製造，還是因為稀有資源，像稀土，甚至加入什麼國際組織聯盟，像NATO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等，而具有槓桿的地位。好比台灣多年來一直是美國操作中國一點的槓桿。那我們來盤點一下中國在這次的戰爭到底有哪些槓桿？第一個當然是軍事啦，就伊朗。那伊朗跟中國有所謂軍事合作，甚至還有科技能源合作。不過呢，伊朗終究是一個主權國家，是一個地方之霸，它不是一個小弟啊，不太可能當代理人，所以這個槓桿很有限。第二個就是剛剛我們吳岳老師講過的沙特阿拉伯，它跟中國商業經濟合作非常繁盛啊，互動非常頻繁，那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而且剛講的人民幣結算。但問題是沙特阿拉伯很親美啊，它跟美國有軍事合作，還有美軍基地啊，所以也是很有限。第三個有人講說啊，是不是那些側翼組織，像黎巴嫩的真主黨，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甚至胡塞青年組織，這個頂多當成側翼的側翼啦，就是槓桿的槓桿，由伊朗來協助發動，而且沒有全盤掌控能力，也是很薄弱。如果歸根究底，反而有槓桿啊，就中國自己的國家形象。第一個，因為它國力提升，那跟這個中東諸國的往來很頻繁，那不像美國一樣。做生意還要傳教，傳什麼教？傳民主的教啊！那只乖乖做生意。第二個呢，他也不干涉人家內政。第三個，賣給你的軍事武器也不會限制你的使用。所以相形之下呢，反而這個自己的國家形象反而是比較有意義的槓桿。那最後一點來講我們做個結論啦，中國在中東地區是有槓桿，但是槓桿是只有局部的影響力，並沒有全面的控制力。特別是中國也不希望全面失控。那麼只能說結果是。讓美國很煩很忙，然後花費更多的時間、人力資源在這上面而已。是美國現在陷入了一個膠著狀態。好，來快問快答 ，Ross， 你覺得美國接下來大家關心的是會發動地面戰嗎？你覺得會還是不會？小規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好，等一下回來繼續請教你，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